你不是焦虑，你只是很兴奋。很多人把焦虑当成是一种负面的情绪，但它其实只是一种自然反应，身体在告诉你某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，重要到让你小鹿乱撞、激动兴奋。那种心里乱糟糟、心跳加速的感觉，其实就是一种体现而已。焦虑化为动力，自我价值不取决于任何事情的结果，和情绪共处，带上身边的支持和爱，完美。很多人把焦虑这个词当作是贬义词，觉得它是负面的情绪，但其实焦虑本身并不是坏事啊，它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，告诉我们某件事情很重要，重要的让你为它朝思暮想。适当的焦虑可以激励我们去准备，鼓励我们打起100分精神，提高最终的表现。所以焦虑它并不总是不好的，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看待和管理这个情绪，千万不要简单的把它看成是一种负担或者是负面情绪。说到这里，我就突然想到，就在上个月我帮我好朋友搬家的时候，我们开车跨城市来来回回好几趟，搬东西上上下下，花了好几个小时，总之就很忙碌。然后我记得中间有一趟坐电梯的时候，我们正在等上楼，我朋友突然问了我一句，像今天这样子的情况，就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，来来回回跑上跑下，你不会感到焦虑吗？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就很简单很随意的回答，不会啊，应该不会吧，可能就会很兴奋或者是比较激动而已吧。我现在想想，我下意识的说不会啊，是不是因为我认为焦虑是一个负面，是一个贬义词？首先我们要明白，焦虑其实在生活中是很常有的情绪，不需要急忙的否定。就像我很随意的回了我朋友一句不会啊，可能我或者大家都把这个词当作贬义词，所以害怕承认是我现在很焦虑。但其实想想，尤其在压力大的时候，谁还不焦虑呢？那些重要的场合，譬如面试、比赛、约会，心里难免有点小紧张、小焦虑。其实这个情绪是一种对即将要到来的事情，或者是说挑战的一种反应，也或者是说对于未来未知可能会发生的种种情况的一种反应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兴奋感，身体在告诉你，嘿，接下来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啦，准备好迎接它吧。不要把焦虑当成是一种坏事，试着把它重新定义为一种动力，告诉自己，我现在要准备投入我要做的事情咯，这种感觉真不错。所以如果你感到焦虑，首先你要明白，你不孤单，大家都在焦虑着呢。谁都会为即将要发生的未知结果感到紧张，担心自己做不好，或是没有办法满足一些人对你的期望，又或者最糟糕的遭遇了失败。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和焦虑这个情绪和平共处呢？焦虑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，它会一直出现又消失，若隐若现，所以我们和它和平相处就对了。有一些人的做法是和自我对话，抵抗这个焦虑的情绪。譬如有一些人会对着镜子说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应对一切。也有一些人是信仰给了他们一个强大的支持。那我就比较简单了，看看我的方法对你们有没有帮助。当我感觉到情绪不好或者焦虑的时候，我会告诉自己，稍等，放慢，慢下来，静下心来，深呼吸一下。说到这里，我每次这样做的时候，我脑子里的画面，自己在画面里是非常小的，又或者是我旁边的所有的人事物会变得非常缓慢的在移动，然后我是正常的速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奇怪，这是正常的吗？Anyways，然后我就会边深呼吸，边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要做这一个让我那么焦虑的事情？是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吗？还是我一直想追逐的事情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就要去接受这个难免会有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，想想这个事情的好结果是什么样子的，慢慢的就能静下来了。有时候我觉得幻想，这是我爸以前也提到过的，他年轻当宪兵的时候，需要站在一个 spot 一个位置上几个小时不能动，他都怎么度过？就是脑子不停的在幻想，等一下站岗完
要去做什么呀？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啊？如果我交了女朋友以后又会是怎么样啊？总之幻想可以让你的心情、你的脑子慢下来、平静下来。那如果你说不是啊，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，也不是我一直在追逐的事情，我是被逼着做的，那你就先问问自己，是什么逼着你一直要做？是因为你必须得做，不然你生活不了，还是任何的原因？什么原因呢？去想想那个逼着你做的这个原因，然后你找到这个原因之后，你再想想这个原因是不是可以被改变的。那如果可以，那你就不需要再焦虑了，改变它。那如果说不可以，我改变不了这个逼着我的这个原因，必须得妥协，那这就是一个选择，一个决定，因为你选择了妥协而被逼着去做。又或者你可以不被逼着去做，选择不妥协。总而言之，这就是一个决定，而每一个妥协一定是因为你想要得到另外的东西，那这也就代表这是选择。而每一个选择都有它一定的代价、一定的成本，这很正常。慢慢的想明白了，那焦虑的情绪也会慢慢的退下来、缓下来。因为你知道你选择了是为了某个原因而妥协的，那反而它就变成了是一种动力，促使你继续向前完成它。其实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慢慢就会知道，焦虑不能定义自己，也不需要急着去否认它。有焦虑的情绪是很正常的，学会和它相处就行了呗。况且人在不确定的时候，经常把事情想得很糟糕，其实到最后，事情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不好。最后我想说，想想身边那些可爱的人，如果你知道有人在身边一直支持你，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，不管你赢还是输，都有人一直默默守护着你，认同你，这感觉多好啊，多有安全感啊！那是不是在面对紧张和焦虑的情绪时，更能静下心来，更自信？因为我们就不会害怕失败而退缩，也不需要过度焦虑，因为你知道自己是被爱着的、认同的、有价值的。这种内心的安全感会让你更勇敢地面对未知。今天我们说了，焦虑不等于失败，也不是你的累赘负担，它也不可能消失。只要我们学会和它相处，退一步，把视野看得更大一点、更远一点，接受它，视它为兴奋感，化为动力或者挑战，然后带着身边的人的支持和爱，我们就能更好地面对一切让你不自在、不舒适的事。一定要记得哦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的价值不取决于哪一次表现的结果。